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外星人。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其中涉及外星科技材料、飞碟技术、外星人访谈。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的存在呢？其实已经有一位国家层面的高层领导人重磅爆料过，世界上早有外星人存在，并且他们也许就在我们身边。这个重量级爆料人就是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赫勒，他服务过2届政府，是加拿大枢密院在任时间最长的官员。保罗先生今年已经98岁高龄，已经在2021年8月8号永久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于这样一位曾经位高权重的人，爆料的信息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是目前为止最有分量的关于外星人存在的证人证言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重磅人士的爆料。自从保罗先生退休以后，他就开始在各大主流媒体爆料外星人的信息，并且咱们中央电视台也有相应的报道。2005年9月，保罗先生在多伦多大学演讲时说，天空出现飞碟，就像飞机掠过头顶一样寻常，并公开地表示外星人是真实存在，而且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在他之前，从没有一个如此高级别的国家官员发表过关于外星人的确切言论，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咱们待会揭晓答案。2013年，在美国华盛顿，有40名专家和6名美国前议员、数名前美空军情报人员出席了不明飞行物听证会。这些人在任期间或多或少都有接触过不明飞行物的相关事件。离任后，为了公开人类最大的秘密而聚集在一起，向公众揭露是否有外星生命到过地球等相关信息。这次的听证会长达30个小时，历时5天，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这次听证会上有一位重量级发言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赫勒。他在加拿大国内德高望重，说话很有分量。他自1967年开始担任加拿大国防部部长，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神秘事件的报告，内容包括不明飞行物与外星生命信息。保罗先生说，当时他作为加拿大国防部长，任职期间正在忙于整顿军队，想要把海陆空3军统一为一支国防军，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兼顾到这些不明飞行物报告，并且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后来又是什么让保罗先生对不明飞行物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呢？因为有一次，有人给保罗先生推荐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咱们前几期聊的爆料51区罗斯威尔事件的美国高级军官詹姆斯·科索写的《罗斯威尔事后记》，里面详细的记录了罗斯威尔事件的所有细节，以及美国对外星科技进行逆向工程的细节。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保罗先生看完这本书后十分震撼，被书中的细节深深吸引住，于是保罗先生就通过自己的个人的人脉关系，找到了一位书中提到的当年参加了罗斯威尔事件的美国将军。这位将军的话语证实了罗斯威尔事件的真实性，并且这位将军还和外星生命有过面对面的交流。直到这一刻，保罗先生才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之前忽略的一些不明飞行物报告并不是空穴来风。之后他开始认真对待不明飞行物事件，并展开了深入的调查，最后决定将他获取的这些秘密公之于众，让世人都能了解世界的真相。保罗先生认为，地球上的人类都是平等的，无论财富多少、地位高低，都应该有知道真相的权利，而不应该成为某些组织的特权。因此，保罗先生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公布不明飞行物信息的国家领导成员。那么保罗先生又知道多少关于外星人的秘密呢？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咱们继续讲。通过保罗先生的深入调查后，已经确认至少有4种外星生物种族已经在地球上秘密活动了几千年之久，他们一直在观察着人类和地球的变化。而且自从人类掌握了核武器以后，他们的观察活动变得异常的频繁，因为他们担心核武器对他们产生的影响。第一种是来自于距离地球40光年的王古座，也就是大家印象中的灰人种族。他们广泛分布在王古座的多个星球上，经过漫长的时间，已经演化成了不同的灰人种族。因为灰人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外星种族，所以他们在飞碟报告中被提及的次数最多。第二种是来自于距离地球1300公里的昴宿星团的猎户座。
他们是第一批来到地球的外来种族之一，极大地影响了早期的地球文明，包括我们熟知的古埃及文明、古玛雅文明。这些文明中的金字塔都是按照猎户座腰带3星来布局的。另外，猎户座外星种族中75%是人形的，14%是爬虫类，10%是黑皮肤的天琴座人族，1%是白皮肤天琴座人族。第3种是距离地球220万光年的仙女座。仙女星人只和少部分地球人有过接触，他们身高2米左右，皮肤呈蓝白色，他们和地球人有着相同的身体构造与外貌特征。第4种是来自阿特拉星系的种族，相比于其他3个种族，这个种族比较神秘，因为他们不是以物质的形态出现的，所以对于他们的信息掌握的非常少。这4种是保罗先生确认的在地球上活动的外星种族，并且其中有2种外星人正在和美国政府合作。其中的灰人族就有一个高个子灰人，生活在美国的一个绝密基地中。另外，保罗先生说，他在当加拿大国防部长的时候，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飞碟目击报告，还有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报告，这其中大概有15%到20%是真的外星人事件。如果人们掌握了他所知道的情报的1/10，就一定会坚信外星人早就来到了地球，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他说要不了多久，这些隐瞒多年的信息都会公布出来。那么，这位加拿大国防部长爆料的外星人机密是真的吗？下一期我们继续来揭晓这位重磅爆料人的更多爆料。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记得关注我们。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